女人起了片片蓝芒，男人用鳄鱼做饵，能钓上来什么？两人合力将她扔进深海。没过多久，浮漂就有了动静，一条鲨鱼正在拼命挣扎。男人扭动滑轮，将它拉了上来，可上来的只是个鲨鱼头。三人惊诧之时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与此相隔万里的海域，灯塔内的老人正在看电视，电视突然没了信号，水杯震动不已。老人向窗外望去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刺耳的声音传来，一只巨大的海兽游入了海底。而在这的不远处，两个男孩发现了一片奇怪的卵，其中一人捞起了一枚，将它放进了自家的鱼缸内。男孩不知道的是，大事就要发生。第二天，妈妈发现鱼缸里的鱼不见了，男孩感觉不妙。就在他与妈妈说话时，鱼缸突然炸裂，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两人。随后更诡异的事发生了，家里的台灯闪烁，火花四溅，电视信号开始混乱。楼梯上有个怪异的生物闪过，男孩追过去查看，只见楼梯上沾满了粘液，生物路过的地方不是如此。他顺着痕迹来到了姐姐的房间，借着上厕所的理由进了洗手间，开始寻找生物的踪迹。小家伙似乎很害怕，开始到处乱窜，最后在浴缸里发现了他的样子吓到了男孩，怎么看都不像地球生物。此时姐姐听到声音要他出来，男孩只好用浴帘包住了他。来到楼下，刚好碰到来找他的好友，两人将小怪兽放进了箱子，随后鬼鬼祟祟地将它藏进了小木屋。另一边，哥哥带着弟弟准备潜水，顺便抓几条大鱼。准备完毕，两人潜入了水底。刚到这里，就发现一只庞然大物向着他们游来，弟弟抬手就要射击，经验丰富的哥哥拦住了他。两人迅速躲进了掩体，惊恐地望着巨大的身体游过。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庞大的生物。弟弟紧张之下扣动了扳机，鱼叉刺入了怪兽的身体，吃疼的他瞬间暴走，带起了弟弟。好在柱子挡住，哥哥见状就要割断绳索，哪知怪兽突然加速，弟弟直接撞在了柱子上，晕了过去，身体直接被拽出。哥哥立即追去，然而人类的速度怎么可能追上海兽？他只能眼睁睁地看弟弟被带入深海，消失在蓝芒之中。在那里还有无数的蓝光闪烁，随后氧气耗尽，便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，已经身处医院。妻子告诉他，弟弟还没有找到，这让哥哥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与此同时，小美正要上班，就被博士拦下，询问他见到怪兽后有没有身体上的不适。小美表示自己非常健康，但这让他感觉有事就要发生。果然，博士话锋一转，警告小美立即停止对怪兽的调查，并没收了她所有的资料。看着自己研究被停止，小美气愤异常。 I was the one that saw it. Alone at 5,000 feet, a new vertebrate. 可博士不为所动，还要他签署保密协议。这一切都表明政府在隐藏着巨大的秘密。面对上层的压力，小美只能妥协。回到家后，她看到一则新闻，一只怪兽被冲上了海岸，可他们对外宣称那只是一头鲸鱼，并且封锁了周边海域。小美决定独自前去调查。此时的哥哥也看到了新闻，知道那正是带走弟弟的怪兽，不顾妻子的阻拦，准备去一探究竟。这束光可以切开钻石，然而他却穿不透眼前怪鱼的皮肤。小绿直接跳进屋内，钻进了毯子。饿了的小海怪来到厨房，吃起了海盐，一点也不觉得咸。为了不让家人发现，男孩将它放入了水池。为了博得美人欢心，男孩带她来参观。突然，这一举动吓得美女落荒而逃。妈妈找来了动管员，就要抓住小绿，可她一不小心将水池弄破了。男孩只能再次将她藏进卧室，可小绿将房间弄得乱作一团。被训斥的她爬进了衣柜，男孩就此将门堵住。不久，桌面上有碎屑落下，妈妈在接电话，没有注意天花板上出现破洞。下一秒，小绿就从天而降。妈妈回来时，发现厨房已经一片狼藉。打开壁橱，小绿窜出，吓了妈妈一跳，气得她召唤出老公，开始抓捕小绿，一声嘶吼，差点吓尿爸爸。不管男孩如何恳求，爸爸是要抓住小绿，他只好带着小绿离家躲藏。劳累的男孩睡了过去。第二天醒来，想起自己还要上学，就把小绿独自留在了这里。开船到家时，发现父母已经报了警。为了小绿的安全，他只好掉头离去。好友来到这里找到了男孩，谁知聪明的动管员已经跟来。小绿发觉不对时，他已经冲了进来，直接向小绿电去。突然绿光一闪，自己被电晕了过去。二人只好带着小绿再次逃跑，路上却碰上警察，将他们拦下。两人缓缓后退，转身就跑，箱子却被大门卡住。男孩只好打开轮子，放出小绿。来到一处加油站，他们被一个男人看到。男孩打电话求助姐姐，两人一兽正在等待之时，来的却是警察。原来是男人报的警，他还想和警察一起行动，可却没有任何发现。此时的两人已经开上了男人的车，逃离了这里。还没走出多远，就撞上了警察。好友急忙掉头，不料却倒下了路面，车轮卡在了沙子里。警察赶到，捉住了好友。男孩则带着小绿跑向了大海，他们一起走了进去。
男孩向着小绿告别，让他离开这里。岸边，他的父母已经来到了这里，呼喊着儿子。男孩不舍得让小绿快走，小绿这才一头扎进了大海。另一边，博士还在苦苦思索，这些海怪到底来自哪里？当他看向瓶中的海葵时，突然有了想法。他兴奋地找到助手，说出了自己的发现。因为海葵基因链的特殊，他终于知道海怪的来源了。博士立即找到监察员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他马上向上级汇报，准备让博士前往首府。可他刚和监察员分开，一辆汽车驶来，监察员不仅隐瞒了捕，将他们带入了无底的深渊，最后重重地砸落在海底。他们在此将度过奇幻的5小时。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电力，打开救生阀。可当小美扭动开关时，闭锁虽开，由于被压住，救生阀并未开启，这让小美有些绝望。为了节省氧气，二人尽量减少活动。她开始呼叫朋友，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就在这时，喇叭传来电流声，哥哥同时修好了探照灯，通过窗户看到一只巨大的海兽游来，吓得他们马上关灯。他发现了大量的海怪，随后就在哥哥搜查到一个房间时，听到了小女孩的哭声，一个声音传来。哥哥想要帮她，女孩起身。餐厅内，他不停地给食物加盐，人类的食物已经不适合他的口味了。突然，男孩有所感应，一转头看到了找来的小绿，他直接跳上了座椅，这可吓坏了老板娘。老板拿起枪对准了小绿，男孩起身阻止了他。他们带着小绿来到海边，告诉他赶紧离开。可小绿望着男孩，似乎希望他一起。男孩再次下令，他才跳进了海里，带着族群离开了这里。另一边，哥哥正被神秘生物袭击。小美听到声音后，迅速向那里赶去。怪物异常的愤怒，按着哥哥在地上不停地摩擦。小美来到，奋力拉开一条门缝，之后连开数枪，彻底激怒了怪物，猛地向他扑来。幸好有大门阻挡，只能看着他逃离了这里。好在小美刚刚找到了线索，哥哥受伤也不严重。他们根据线索来到一所大学，找到了那家公司创始人的资料。在一卷1957年的录像带内，记录了当时的一次科考。他们在一处高原地区发现了一株神秘植物，而更让他们震惊的是，监察员竟然带回了旅馆，指着画面中的男人，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1957年。然而，监察员也是一脸疑惑。小美终于意识到，监察员可能和海怪一样，是那个神秘组织克隆出来的。哥哥想要问出更多的信息，可监察员宁死不说。在他掉落的手机中，哥哥发现了一个工厂的地址。深夜，他来到了这里，想要跟随送货车进去，可惜这不是拍电影。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正在无奈时，他又心生一计，使用传统手艺碰瓷。他假装受伤，吸引司机下车，随后一拳将他打晕。终于来到了工厂里，进入车间，他看到了震撼的一幕。学校内，看着回来的男孩，同学们都把他当作怪物，
甚至在他的储物柜里放满了鱼虾。放学时，一人将男孩推倒，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男孩怪兽能力爆发，将其电晕，吓坏了所有人。晚上，警察来到家里，要带男孩回去调查。不久，同学的父亲也带人来到了这里，完全不顾阻拦，强行闯了屋内，就要将男孩抓走。危急时刻，警长开枪警告，并让他们听一下应急广播。原来，在150英里外的波多黎各海岸，发生了9.4级地震，巨大的电磁海啸已经摧毁了很多城市，正在向此处袭来。小镇即将面对史上最大的灾难。海底5000英尺，它的同类正在咬穿地球，海底瞬间暴动，火山喷薄而起，造成了史上最大的电磁海啸，正在向城市袭来。朋友担心男孩，来到了他的家，发现他们早已离开。这时，他的摩托车被抢，追逐时还被推倒，晕了过去。男人骑车来到了港口，男孩看到了，直接将他拎起询问情况，之后就跳下了轮船。到家时，发现小绿回来了，他带着男孩找到了昏迷的朋友。两人在电视看到海啸袭击了无数城市，就连记者都被吃了，他们立即开车逃离。另一边，哥哥还在震惊当中，他看到了无数的冷藏罐，里面储存着成对的生物，大到飞禽走兽，小到昆虫细菌。他打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小美。突然，守卫发现了他，开始对他进行追捕。当哥哥来到2楼，看着眼前巨大的洞穴，他明白了，这是公司建立的诺亚方舟，毁灭世界正是他们的计划。守卫将他关进了隔离间，无论他如何呼喊，都没有人应答。这时，他看到了倒计时，海啸还有19分钟到达。绝望之下，终于有人发现了他。哥哥请求开门，刚要成功时，守卫撵走了来人，随后持枪就要进来。哥哥抵住房门，用键盘砸的守卫丢掉了枪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守卫将他按倒在地，之后拿起了掉落的枪，哥哥一把将他推到屋外，守卫开枪射击，好在玻璃是防弹的。最后的撤离声响起，守卫不得不离开，哥哥彻底被锁在了这里。一转头，他看到了掉落的手机，他给小美打去了电话。小美赶到了这里，误打误撞下来到了监控室，打开了所有房门，顺利的救出了哥哥。他们来到地面，想要拦下汽车，却没有一个人肯停下帮忙。此时，男孩开着车来到了这里，直接冲着他们撞来。男孩一个急刹车，停在了路边。哥哥气愤的就要揍他，发现还是个孩子，忍住了怒火。几人迅速上车逃离这里。当他转头看到小绿时，差点吓得原地起飞，而小美却是一脸兴奋，因为她知道这正是海怪的幼崽，立即和男孩聊了起来，感觉相见恨晚。这时，汽车慢慢的停下，没有了，而巨大的海浪正朝他们袭来。几人立即逃进了一座教堂，向着楼顶爬去，海水也随之灌了进来，但通往屋顶的门却锁着。正当大家绝望时，震动停止了。男孩看到海水只蔓延到2楼，以为这样就没事了。小美却告诉他，海啸是一波接一波的，下一波很快就会来到。听到后，哥哥继续砸锁，可男孩愣住了。一只巨大的海怪游进了教堂，猛地窜上2楼，向这里望来，随后转头离去。原来是第2波海啸来袭，哥哥终于砸开了房门，几人立即登上屋顶，海水瞬间涌来，他们只好趴在地上，祈祷着一定要平安无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震动停止了，小绿突然冒了出来，跳到了几人的面前。他们站了起来，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。偌大的城市已经变成了汪洋，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。